家晚安，我是陈莹，欢迎来到少康战情室，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先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沈富雄，以及资深媒体人尹乃菁。接下来看到是我左手边，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费鸿泰，以及立法委员罗志强，还有台北市议员李博毅，以及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萱。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联合利剑逼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特别到了前线去，在慰问大家说感谢你们那个时候呢是为我们这守卫国家前线。好，可是呢，值此同时，其实在美国的智库他们也有一些谈话，这里头特别强调了说呢，对岸他们现在要开始说反分裂国家法这件事情，对于台湾、对于台海来说很重要。先来看看当时是怎么说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示警，大陆可能会在明年反分裂国家法制定20周年之际，进一步修法，为武统台湾提供更高的合法性。中国公布相关的任何的规范，都有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对外政策的宣示效果。我们两岸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对我方是不具管辖权的。大陆在2005年所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现行的第8条内容为：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大陆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若进一步修法，势必限缩台湾生存空间。那这部分我有跟那个沈伯洋委员也有做过讨论啊。那他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在外犯罪的部分应该要有一个修法。对此传言，大陆外交部没有否认，只回答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预。而前 AIT 主席莫健则对台建议，大陆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就像不定时炸弹，需要尽快建立有效嚇阻。好，这个呢是 CSIS 他们现在就告诉我们了，说人家明年就要修反分裂法了。那以前呢，在第8条的这个部分，有人提到说，如果有任何的变动，和平统一可能性完全丧失的话，就可以采非和平的方式。那如果修了的话，会不会更紧缩啊？是这个意思。提出的人是谁呢？这一位美国在台协会的前主席莫健，他说他每次只要一讲到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很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认为啦，我们这边或者是在任何一方，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尽速的来嚇阻习近平，然后呢，来在各个方面呢，让他说，是不是就不确定性拿下一些。那当然，大陆这边的回应就一定是不容许外部干预。我想请教一下乃菁姐，你怎么样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突然美国提醒我们这件事了。刚才顾立雄讲说，这个是大陆的国内法，对我们没有管辖权啊。从法的角度来讲，他这样讲法没有错，但问题是在于是说，大陆定的这个国内法呢，像比如说海警法，对，海警法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没有管辖权啊。但它的海警法里面就规定是说，你通过我们的海域，通过大陆这个海域的船只，你都要报备，必要时呢，他可以采取这个武力的行动。那他过了就过了，他就真的也是这样做了哈，就开始加大了对于大陆周边海域的巡查，包括到了钓鱼台这周边，那这周边国家就算抗议的话，你也拿它漠河啊。所以说，这个当然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而且就是反分裂法呢，还是比较属于被动式的这个法律哈。那他如果说定了一个比较主动式的统一法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值得焦虑的啦。而且如果说我们的国安单位，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他就踩死了这个说，你通过你就算是修改反分裂法或者是统一法，你都是属于大陆的国内法，对我们没有管辖权。如果就只是这样子一厢情愿的去设想两岸的这个危急状况的话，那就真的是置台湾于险境了啊！就主要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法它有没有实施的底气？那当然还是看实力。我们今天这个一觉醒来，联合利剑逼，他就把台湾都包围了哈。他如果说采取这样子的步骤的话，他不管要不要修法，要不要通过什么样的法律呢？他就实质上就已经对台湾造成了威吓的一个效果。今天他如果包围台湾，不是只有13小时，他包围了1天、2天、3天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能源安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那我们是不是就被迫要跟大陆采取这个谈判？所以在去思考两岸关系的时候，不要一厢情愿的认为说他什么东西不会做。我觉得主要的要去思考，要从最坏的处境上面去想，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如何的来因应，怎么因应？
其实就国防部来说，军人的思考，他不是通常都是从最坏的方面，然后去回推回来，因为他要为最坏来做准备嘛。所以呢，现在我们也去问了陆委会，好，陆委会的讲法就是OK， 我们会关注动态，反正就是一个智库的报告嘛，我们向来不针对这种个别智库的报告，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好，可是呢，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在讲啦，那会不会是武的来，文的也来，然后玩两手？一个呢是习近平，他这前几天到了东山岛这边，那其实呢他是离开了福建这边之后，才发了一个新闻稿，告诉大家他去前线，然后呢也去了关公的这个园区，然后告诉大家说，可以加大交流啊，特别是两岸的交流。好，另一个人是谁？这个王沪宁，他其实呢，他现在也到了浙江去，然后呢就说了，调研的时候讲要做好统战工作，那彼此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民间的交流，凝聚共识。但是呢，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这个费老师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呢，讲都讲说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可问题来了，在我们这边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昨天呢，就有人问到了国安局长说，小心啦，妈祖绕境算不算统战啊 ？SHE 唱中国话算不算统战？其实呢，国安局长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说他怎么样来思考，他会认为黑神话说台湾没有办法做那个黑悟空的那个神话，说这样子呢，就算是一种统战的话术战略。那个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啊，要推动两岸的经济啊什么交流，就代表说两岸现在没有交流啊。如果说两岸有交流的话，他就不，习近平先生就不要讲这个话哈。我最近接触啊，就有一些这个外商啊，想来问台湾的一些投资的事情，他们问我第一个问题，有2个人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岸会不会打仗啊？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他们一个 concern 啊。那我们再看台湾从杜邦事件以后，到台湾在实质的大型投资，服务业我们不算了哈，实质生产业的大型投资有没有？几乎是没有啊。这个是大家所考量的一个非常慎重。我投资任何一个有硬体牵涉硬体或者实际生产事业，我的 return 大概都要10年以上哈。那我就会考虑这10年会不会有战争啊？所以我是觉得了哈，这个两岸能够加强的做交流。甚至是做谈判啊，我就觉得都是对台湾的现况的稳定是好的。好，那今天有一个新的新闻，海基会董事长呢，现在确定说会由吴峰山来担任。那当然啦，其实这个消息在7月，我记得那个时候郑文灿刚辞职的时候，很多人就去问他，他说这个我不好说。今天消息正式发布了，想请教一下大佬，原因是因为呢，为什么那个时候7月的时候大家就有讲，因为那个时候郑文灿因案，然后呢他气动请辞之后，大家才传出本来不是郑文灿。4月的时候呢，说赖清德有去问台南这边的恩师，然后好像也都瞧好了，蔡英文程咬金杀出来之后。才这个案扼下来，然后现在呢，真的他走马上任，有影响吗？您觉得？影响什么？就两岸呢？那真正有看后吗？吴峰山年纪不小了，而且他算是相当公正、公道，而且很中立的一个报人。他其实不像别的人说你来接高兴的要死。其实吴峰山跟赖清德的接触就有关这个位置啊。吴峰山是有保留的。他说：“我不是去吃闲饭的。如果我每次去都没事干，那我这个事情我是不干的。”是其实我跟他也有谈过1-2次。所以这个其实谁去当都不重要了。我们现在讲就说美国智库的任何发言，我通常都不很认真去评论，因为要么没有学问，要么连尝试都没有。那今天的主角莫里亚蒂这个莫健。莫健在台湾认识很多人啊，他以前是我们 AIT 的政治组长，对，他大概是理事主席，对，他大概跟很多台湾的这个政坛的人都吃过饭，但今天他讲这些话，我都听不太懂。我觉得老共真的要打台湾什么法都不需要因为你就违背了他的一中原则的第3点嘛。我们现在每次谈到两岸情势紧张啦，谁讲错话啦，谁不知分寸啦，都是。一中原则的第3点，一中原则第3点是什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第1点、第2点都是大家都同意的。中国世界上我是合理的政府，合法的政府，唯一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第3点，你如果把这一点希望通通切得干干净净，老公就不高兴了。但是他不高兴，他军队那么大，当然要演一演啊，操一操啊，然后吐一吐他的不爽快。他的不爽是，他有讲过，我不是针对台湾2300万人民啊，我是对这个领导阶层的台独倾向啊。然后呢，他没有讲出口的，我是演给老美看的嘛，对不对？就说我不爽。你做你所谓的一中政策，然后呢卖武器给台湾，你就是违背了我的第3点嘛。讲白了就是这样。所以武的部分这一点，如果我最近都在替国民党应该怎么讲？我觉得国民党的这个所谓中华民国派，跟现在赖清德的新的这个赖标记的中华民国派有什么不同？赖清德是把这个我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切得干干净净。那我觉得国民党勉强可以讲的，就是说我不排除台湾的未来统一是一个选项之一。但讲这个也很危险哦，讲这个票会跑掉。所以7成民意嘛，今天有一个民调要怎么讲？我刚才节目还没有开始，我都向我们前国民党主席的传人啊，嫡系传人罗志强，他突然一直做了，不是我都给他献策了，我都讲。所以将来如果他采用的话，就不是我的，是他的啊。而且我觉得我这几天的苦思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创意啦啊。但是呢，现在他军演啊，他为什么要军演？他军演呢，一来超验军队啊，二来给美国看。他讲过不给台湾2300万人麻烦的，所以这个武吓的部分是不重要。但是他武吓的第2天啊，这个王沪宁就到浙江，习近平就到福建嘛。对。你看他们是不是2手策略？我告诉你，2次大战以后，所有分裂国家，两韩啊、两德啊，还有最近的冲突很剧烈的地方啊，南北韩只有台海，才有所谓文攻武吓。你知道，其他地方其实都不明显，而且我们一讲文攻武吓，都不会单讲文攻。或者是武吓，一讲就是2个都一起来，所以当然是2手策略啊。但是呢，我们讲他说打工作讲文化交流啊、经济交流啊、学生交流啊，什么交流有没有讲？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讲文交或者文流啊，怎么讲成文攻呢？所以呢，连交流也是统战很重要的一部分。早年呢，因为我们在经济跟自由度方面我们占有优势，所以我们比较有信心。现在自由度啊，青菜啦，马马虎虎的啊，大家也不珍惜我多一点自由，你少一点自由。经济方面呢，他们日子也过得不错了，所以我们的优势没有了。所以这个不管是文攻或是武吓，都是这个不对称战争嘛。所以我们信心渐渐没有了。所以长远之计啊，两岸的学问真大，但是也因为它大了，所以来宾随便怎么讲都有道理。这个麻烦在这里。是，其实呢，对于台湾人哦，特别就是比如说中年级的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是呢在年轻一点的世代来说，大家确实现在在对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论述，以及呢过往国民党所讲的中华民国论述，大家是不是理解那么清楚？一中各表，大家理解是这么清楚？这个部分呢，真的需要好好的再去重新定义，然后重新告诉大家到底怎么样来讲这件事情。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跟这个国际上面大家怎么样来看台海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广告回来要来聊的是，到底我们的国际上面那一些跟我们说自由民主联盟的好朋友，真的有在帮忙吗？等等回来聊。好，讲到两岸之间外交上的角力，今天最新就是说呢，我们在办国庆晚会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 email， 我们的南非这边的外管呢，突然之间接到了一封 email， 告诉我们时间已经定了 ，deadline 就是告诉你必须在10月底之前把我们的外管迁出首都。那国民党这一边呢，就在讲说，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美国这边也都帮不了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今天其实在第一时间我们的行政院长有讲啦，就要当外交人员的后盾啊，等等等。外交部这边呢也赶紧出来说呢，要提出4个反制措施，包括他把我们赶走，我们就把他踢走。
让他离开台北啊，包括呢他们的人要来就不要给他签证，包括呢教育交流就给他终止哦。我们下期也有给一些比如奖学金啊等等的嘛啊，包括他们有人来这边当英语老师就不要让他来啊，这些是我们的方法。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挣扎过吗？我们有，我们现在呢知道说有求助过 G7 国家，是不是美国他不讲啊？可是他有说已经有问，然后而且呢也已经讲了1年多，但是对方很明确的告诉你没有协商余地。来，请教委员。首先哈，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在执政过程当中，对于外交逻辑本来就是不相同的嘛。那对于马总统那时候执政的时候，他外交逻辑就是外交休兵，所以你看发现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哈，我们的比方以机密外交来讲，因为过去在比如说陈水执政的时候，他很多的外交要靠机密外交预算去运作，那马总统一上任就机密外交预算就一直降一直降。然后他对于所谓的金援其他的友邦哈，他就设很多的限制，所以他的那个外交预算就可以往下走哈。那到民进党执政上的话，我刚今天才调到那个外交部的那个资料哈，就说明年编的预算哈，明年编的外交的机密预算是马英九2016年下来的时候的4倍，好4倍好机密预算，我讲机密预算4倍哈，那你就很特别啊，就是说我的邦交国越来越少。好，但我们机密预算越来越多，好，然后我们很多这些所谓的像这种外管施压的东西也变多。那你当然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讲，因为像南非这种事情变多嘛，所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子弹，也许要去救火哈。但他也反衬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时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希望是采外交休兵，就是因为说。我今天如果要跟你在外交上去争战场的话，如果是要靠支票部的话，那就两边都要不断的砸嘛，也不断的砸钱。你知道那时候以前在这个国民党执政马总统的时候，那时候两边外交在南太平洋砸到有一个国家出来跟我们抗议，是那个澳洲出来跟我们抗议，就说你们这两个在我们的因为南太平洋啊算他们的后院的啊，他们对他们而言。他说：“你在那边搞的那边的这个政风败坏，哈，所以就是要变贪污腐败嘛。因为我们的钱就是会一直往那个所谓的那个他们政治人物送嘛。那送到最后，实际上那个当地的政风就败坏嘛，哈。他到马总统上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后来就预算就透明化，基本上也不受所谓的要挟，好，所以因此在那之后的话，那时候澳洲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媒体还报道说。”马总统的做法哈，等于是在那个南太平洋那边哈打了一盏明灯，他是这样子形容马总统。那我们再回头去看南非这个事情，我也必须讲啊，说实在话，你说中共以他的所谓的那个在国际上影响力哈，他要到处去找这个点哈，来去做所谓打压台湾，他当然是做得到。那你说他打压邦交国，我们邦交国也是从22国掉到剩下12国嘛，接近腰斩嘛。可是回头一件事情，我也必须说一件事啊。看起来民进党政府其实也不在乎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的选举没有影响。你外交说这种外交这些邦交国的状况如何？南非我没有被迁出管处，这个实质上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你在外观上，那对民进党而言，就你打压我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打压嘛。一旦打压过程当中的话，它其实可以激化某些所谓政治上的一些。我们讲一些所谓的那种心理状态，所以回头来讲，就是说两个执政者哈，他的执政逻辑是不同的。是我们是想要所谓的两边哈不要再浪费精力哈，那我们从这里面去打出我们的外交空间，比如说我们讲邦交国维持住，加入重返联合国的 ICAO 跟那个 WHA 嘛哈，然后包括签所谓的台纽跟台新的经济贸易协定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因为。跟两岸之间关系平和之后，休兵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在某些地方打出破口。可是现在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两边对立嘛，所以就是围堵战啊。那围堵战，抱歉就比拳头嘛，比腕力嘛。那如果你腕力强，好，或者是你后面的靠山大，像美国的话，它有所谓的民主同盟的国家，可能在某些地方他就会讲一些话，好来声援现在的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下的台湾嘛，哈。但是有些像这种南非，或者说有些邦交国，他看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双边的碰撞跟火花就会很激烈。必须要讲了，非洲这中方在这边他们所投注的这些努力你也不能说嘛，对不对？因为人家各凭本事嘛。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涉外人士讲说是经济来绑架南非，但
然后呢，我们的对策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不是首例啦，对不对？先前奈及利亚代表处2017的时候也遇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后来呢？后来不就也就这样，没有什么后来了嘛？所以我们也想问啊，如果说呢，这个方式你已经知道了哦，然后呢，这个等于说应该是侮辱性极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那我们要如何来突破？目前呢，在立法院这边看到的是说哦，希望下个星期专案报告啦啊，可是与此同时。没有关系，我们台湾还是有让世界看到，因为我们蔡英文在欧洲啊。来，马总统的外交状况4个字，刚刚强哥讲了嘛，外交休兵嘛。到蔡政府的外交状况还是4个字，外交休克。现在到了赖政府外交状况还是4个字，叫外交羞辱啊，更过分、更离谱了。蔡英文任内调了10个邦交国，我觉得已经很糟糕了。但这一次赖清德上任完之后，受到南非的欺辱啊。南非怎么要求啊？要求我们的驻南非代表处强迫搬到首都外面去，而且南非不接受协调。对，这东西对我而言，老讲对台湾是个极大的侮辱，这是非常糟糕。发生这种事情，首先呢，我当然先谴责中共，这种一直打压台湾的态度，我老实讲，对于两岸的和平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有反效果。但在谴责的同时，过来还是要访问一下赖政府，那你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嘛？一定要有嘛。尤其大家都知道，对岸非常讨厌赖清德，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台湾碰到这种国际打压情况，可能还是会常常出现。也就是说，台湾遭遇困境和难堪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因应？是我们不管是国民党也罢，执政党也罢，大家都在等赖政府一个答案。要知道，对于这种被打压的情况，目前我听到了，好像是民进党有立法委员说啊，也要求南非在台办事处啊搬离台北啊。对啊，这种跟小朋友跟幼稚园打架吵架的处理方式一样，以牙还牙。你欺负我就欺负你，这种方式真的好吗？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上上之策，因为总不能每次遇到了受到国际打压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拿出这种层级的方式来跟对岸，来跟那个国家做对抗。因为要知道，现在的重点并不是在于其他那些国家，真正的重点，而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态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解决的方式，不要说赖总统知道。全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也都知道，甚至蔡英文直接把答案都讲出来了。蔡英文怎么讲？他说，为了维持台海现状啊，要在尊严跟互惠的基础上与北京接触。讲白一点啊，就是两岸要谈啊，谈了才有好的结果啊。所以答案已经这么明显了，所以最后到底会不会如这个答案来实施下去，完全取决在于赖清德总统他的态度。千万不要永远只是用说一套做一套的态度，说要与对方交流，可能内心上还是保持着台独思想以及新两国论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这种想法不改变，那我只能说，台湾未来在国际的局势上只会遭遇到更悲惨的境况。张浩伟，其实我想，现在台湾的外交的处境一直以来了哈，我说一直以来，不管边马。或者是到现在蔡英文到赖清德，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我说我们持平来说，其实都是辛苦的。我自己认为，我们不用用过度乐观，也不用用过度唱衰的角度来看待台湾的外交问题。我的意思很简单，其实我们大家确实现在可以看得到，你大概是现在在国际上面，如果现在是对中国比较警戒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可以跟对方确实在这几年会有一些更深化的关系，跟中国比较警戒的，比较把中国当作风险的国家是更警戒的。可是如果你是跟中国之间经贸关系更加依赖的国家，我们在那些国家的状况其实就是更辛苦，就是状况就是这样，确实有两样情。我说实际上面是这样，所以这一次南非大使馆这个事情，我是想跟博弈委员再讲一下说，我说这个要求。南非的这个驻馆迁出台北，这不是说小孩子这个问题，其实这里面一直会有个对等的逻辑。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能完全坐以待毙，或者好像我就吞下去，我势必会需要做出一些反制。这个反制的逻辑是一个对等的逻辑，但大家可以说有没有效或者是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对等的格局出来这件事情。那确实没有错，今天中国在非洲。他下的力道非常深，
尤其是现在中非之间，不只是政治上面，甚至包括经贸上面、基础建设，甚至很多稀有金属等的事情是绑得非常深，而且比过去更深。中国一直希望透过非洲来做很多国际的突围，这都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在整体非洲，我们现在在非洲确实只剩下一个邦交国，就是史瓦蒂尼，好，过去叫史瓦济兰。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在非洲的处境现在确实是辛苦。我自己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坦白说，就像赖英德总统在这国庆的演说上面，其实他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和缓的演说的内容。也讲了很多次的中华民国，其实过去大家贴他台独什么时候，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他的在论述上面，其实你基本上看不太到这样子的讯息出去。可是中国还是会加大力度的来去对付你。我觉得这事情是一个，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朝野我们可以一致对外的机会。就像刚刚博友委员会觉得，我们还是要先谴责中国的这个打压的动作，因为确实这是源头。那这个源头，当然后面我们可以说得更彻底一点。还是在这个事情还是中美在国际上面势力的较劲，当然这里面还是一个非常驱动的力量，还是在里面。我觉得我们也不用骗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想办法去应处，维系我们一点再去面对国际上面的尊严跟对等。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是这件事情。我只反问一句哈，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南非讲说，你也把他牵走，好，牵离台北，然后对方就说那算了，我把门关了，我不干，我不玩了，那我们外交部接受吗？就是我们的反制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沙浩委员也讲了说，赖总统也讲了中华民国，但他讲了中华民国的那个含义，这对岸能够接受吗？这其实背后的原因跟背后的这些政治逻辑都是，如果说呢你自己认为的，那就会等同于别人认为的话，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那个接收跟传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来请教一下。我觉得反制或者是这些措施哦，最重要的是不要惩罚到老百姓。它这里面还包含签证，包含一些民间的交流。那这些东西，我们想外交部应该要去体认到说，我们的主要对手到底是谁。那如果这个反制的作为呢，是如同大家讲的说，有点像小孩子在吵架，甚至它是影响到一般基层老百姓他们之间的民间的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整体中华民国的损失。我们要去思考是在外交上，我们如何要突破更打开外交空间。其实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南非代表处，在今年的这个10月12号就有媒体报道说，我们的蒙古代表处本来要在一个高级饭店里面来举办国庆晚宴，结果呢，当时就因为饭店说有鼠疫然后没想到我们的国会晚宴就这样子停办了。那这个背后的有什么样的力量，大家看得出来，因为就在停办的2个小时后，饭店又出来说：“哎呀，这是乌龙一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大大小小在国际间会出现这种不管是这边给你阻挡一下你的国庆晚会的举办，或者说那边给你阻挡一下，让你的代表处要搬离开，这都是外交角力上面我国政府应该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欧洲好像有得分吗？那这个当然，我想中共应该看不下去这种事情嘛，所以互相角力的状态下，外交部应该要拿出办法来，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要跟国人报告。所以黄国昌今天在立法院说了，下礼拜1必须要到立法院来进行专案报告，你要跟国人交代。我们在谴责真正的敌人中共的时候，我们在谴责南非像这样子的抵制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应该要拿出什么样具体的作为？毕竟在南非也还有台商，那其实据我所知也蛮多的台湾人，他当时呢曾经因为政府的政策等等关系，他就移居到了南非去。那现在呢？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于我们这一些台裔的同胞啊，或者是呢这些台商们来做交代？要告诉他说，政府都会在，政府不会走，政府一定把这个关系给搞好，会保障你们的身家安全。那我们做到这样吗？我们先进广告。